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9月26号星期五，这一周又快过去了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回评论都准备好了。第一个问题是关于 Insta410的 Go， 有小伙伴说夜跑比较多，都是天黑了以后想拍摄，是不是 Go Ultra 好？但是呢，又会担心重量和佩戴方式。那确实，如果只能夜拍的话，选 Go 系列就只能是 Go Ultra。Go 3S 的夜拍不是说不行，但是你现在 Go Ultra 的这个价格和效果，那确实只能选 Go Ultra。重量和佩戴方式，我觉得日常训练没问题，就包括像你看我的强度课这种训练也没问题，因为重量不是关键。我觉得 Ultra 这一代可能还需要期待帽夹配件的进化或者演化。我这次又弄了一个那个帽夹，就是不是拍小朋友的那个，就是也是拍小朋友那个，但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广告里那个，是另外一个能万向，就是那转向是上下都能转的。那个的好处是像我这么反戴，我就不需要像现在这样刻意低头了。然后同时呢，还有一个好处也是缺点，就是它是那种靠物理给箍上这个相机，就比较稳。缺点是你就不能同一个框架在训练中换相机，就比较麻烦。所以呢，就买2个那种。之前我有2个 Ultra， 所以我打算买2个那个框架，到时候给大家评测。主要就是比赛中，你看为什么悉尼我没有用 Ultra， 就是因为在比赛中，如果你就一个相机一直戴在头上，倒还无所谓。2个相机我一个没电了要更换的时候，可能在赛场上我现在还不敢。但是你反过来想，用 Go 3S 的时候，一开始也这样，适应了就好。下一个问题，有小伙伴说马拉松水平大概3个小时，全马跑到后边手麻，这挺正常的，要不就是可能颈椎不好，这没关系，很大可能性就是供血不足了。就我老说，你说马拉松为什么很多人到最后有肠胃问题，累了以后，或者是赛后有肠胃问题，也是因为这个，就是你身体的血液都会先流向你需要运动的肌肉群，其他地方就可能有点缺血。你只要身体健康这事儿不用太往心里去，麻了就抖手。你看好多运动员不都跑到最后不行了抖手，我很少这样，但是有的时候会，也偶尔会有。然后下一位啊，高驰新发的 Apex 4， 大家看了吗？细节还不能透露。上一次的 Apex 还是2022年的北京马拉松之前。而且特让我感动的是，这么多年我们保持联系的高驰这些小伙伴，还是这些小伙伴。当年跟我联系说评测 Apex 2 Pro 的时候，那位朋友这才特地跟我说希望当时那次后半程出现了一些心率问题，这次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的评测，然后体验完全没有问题。我特别感动，我说这都3年了，我都快忘了。所以争取吧，只要时间来得及，会是尽快发评测的，等官方就是真正发布以后。然后高驰还有系统的更新，固件的更新，这2天能听网易云音乐了，但是我在日本就听不了，基本网易云音乐很多歌都是就在这边没有版权的，应该是就不能放，这比较遗憾，所以只能还是听小宇宙。还有就是那个地图的问题，就 Pace Pro 的地图也优化了，同时也解决了国内版的硬件
人在海外的时候不能下地图的那个问题。还有就是再跟大家分享那个场地赛这次的优化，我特别准确，反应特别快。然后我们就说到了场地赛，这也是一系列的小问题，我跟大家分享。就是首先，为什么这两天一直是轻松跑？我老说特别累，不就一个5公里的比赛吗？对，如果这5公里是路跑比赛，我应该还能再跑一个5公里，不一样的。因为我们必须要求20毫米薄厚以下的鞋，所以大家都穿钉鞋。这种鞋其实不在于鞋底薄没有回弹，是在于没有坡差。就没有坡差是个什么感觉呢？就不习惯了，因为你很少是穿。其实坡差是什么？坡差你就可以理解为，你有一个小不高的后跟儿，你这样习惯以后，你再那样跑，你的小腿的后侧的肌肉和韧带的屈和伸幅度就会变大，然后呢，压力也会变大。虽然在场地赛上，我们穿钉鞋，像我这么跑，也都是几乎纯前脚掌在落地蹬地，因为那种鞋其实脚后跟都很难落到地，因为那种鞋你要脚后跟落地的话，基本上就等于是翘着脚尖了。虽然你那钉能踩进去一点儿，但也不能踩进去全部，所以小腿的压力巨大。我到今天早晨在家里起床以后，还不能光着脚走路的，稍微垫着点脚后跟儿，就这个状态。这就是你平常不做这个训练就不习惯了。春天的时候频繁有场地赛的时候，我到后来都没事了。就第2场5000跑完的时候，已经完全没有小腿的这个问题了。第2天该干嘛干嘛。这隔了一个夏天，再次同样的配置，同样的场地就不行了。所以有场地条件的小伙伴们可以没事多练练场地，你不一定弄钉鞋，弄一双薄底鞋，体验是不一样的。然后也侧面说明他练了什么呢？他练了马拉松练不到的薄弱的地方。你看我平常的力量训练也是经常提个体重啊什么练小腿，但是就是我的观点，很多时候跑步需要的肌肉和韧带关节的力量，更多的只能通过跑步这个动作去提升。所以这次场地赛之后特累，一是特累，二是为什么成绩不好看呢？就所有场地赛的成绩都没有我路跑的成绩好。你看大阪城里这条路，我2个180度的折返的5公里还能跑到16分44呢，而且不是有准备的跑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条5公里的公路赛，那差不多我可以有摸一摸16分30的那个门槛的动力。场地赛我现在没有这个动力。然后就说到关于场地赛的策略，其实是这样，那位小伙伴那高手跟我分享说，博哥下次场地赛想拿名次或者怎么着，上来就跟一下。我觉得他说对，我那天就是起步太快了。但是我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想的。首先我认为这个事儿如果不是靠绝对实力取胜的话，其实名次对我来说不重要。你看之前那几次总是第1名，是因为这2位高手没出现。但是换句话说，你们看那天的场地赛的节目，第1名那位，他从2.几公里之后决定超过我的时候，我其实没掉速，对吧？我还是3分多一点对，3分多一点。然后他用了一个200米的弯道，就超过了我大概50多米，再有一个直道已经超过我快100米了。然后并且后边他没怎么掉，他最后的完赛成绩是16分42，虽然不是很快。为什么不是很快呢？就是因为我觉得前面那2公里多
太可惜了，对他来说，这种档次的比赛真的没必要。他有这个绝对实力，就跟每次我都一马当先冲出去一样。我觉得还是得看绝对成绩好不好看。他是绝对可以打开1630的，但是他没有这么做，我觉得是个遗憾。然后第2名那位，其实怎么说呢？他可能没有那个绝对实力，他最后跑了1653，虽然最后也是超过了我，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掉了，我大概掉了3秒到4秒的配速，所以他那种上来跟随大部队，我觉得没问题。这就是我观点。我觉得场地赛确实是比公路赛来说名次更关键，但是我特别希望能跑出好成绩。我也觉得专业运动员们也是，就是比赛，你要说这个比赛重要，那个比赛不重要，确实是，事实上是有这种因素存在，但是怎么说呢？就跟我们很多万米啊、5000这种专业的比赛一样，我还是希望能跑出更漂亮的成绩。这是我的，就每个人性格不一样。而且实话实说，就那位第1名的能力，我就是一开始跟着他，我也只可能是第2名、第3名。他们2个人应该都比我强，我可能跟第2名有竞争的机会，因为我在场地上的最好成绩是16分52，他那天跑16分53。跟我分享这个心得的那位朋友是咱们频道的隐藏高手，比我跑得好。我觉得如果是有同年龄组在竞争的话，他这个方法是完全没问题的。而且那天我确实上来就是从个人冲成绩的角度来说，上来冲得太快了，收不住，导致后边就坚持不下来了。最后就是关于这次去上海和武汉，29号的晚上到达上海，然后30号要去做一个体测的实验，之后1号去武汉，3号回上海，6号早晨回大阪，从上海。3号到6号这段时间，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安排，就当是放个假。但是这次家属走不开，我自己去。到时候咱们可以约跑步，我就住在世纪公园和卢湾这2个地方差不多中间的地方，我想去哪儿都近一点。到时候咱们约啊。怎么样？狠角色很久没上场了，最近出了一个硬骨头，回头给大家穿看看。哎，今天9月26号，这是我40岁以后的第1次跑步。周末的那场接力是我40岁以后的第1场比赛。其实时间说过也就过来了，就真的就当时还琢磨着，哎，是不是挺有仪式感？其实也并没有。大家祝福我都看到了，感谢大家。今天回评论，然后明天休息了，后天比个赛，比完赛还得全力以赴的休息，因为再隔1天要一个体测估计又是那种要在跑步机上燃尽的那种。之后就稍微轻松一些了。这个月就调整一下吧。其实我都没看这个月跑多少，这个月跑的应该挺小的。行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